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不知何时起，燕麦潮越刮越热，有的人希望吃燕麦减肥，有的人希望吃燕麦调节血糖，有的人希望能够预防一些慢性疾病。燕麦真可谓是养生之王啊！燕麦种植遍布在世界各地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。燕麦是一种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的作物，在营养价值方面高于小麦、玉米、高粱等其他的谷物。燕麦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、不饱和脂肪酸、可溶性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，对身体益处是很大的，所以受到很多人的青睐。燕麦是美国10大杂志评选出的全球10大健康食物之一，而且是唯一上榜的谷物，因此它的好处肯定不是妄言的。李奶奶已经有84岁高龄了，至今身体硬朗，3高平稳，精神抖擞，没事还去公园跳跳舞。谁也没想到李奶奶已经有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。说起李奶奶的保养秘诀，她津津乐道，就是每天早上的燕麦粥。这么多年了，血糖平稳，还没有并发症。常言道五谷杂粮，燕麦称王。说到燕麦的功效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利于肠道的健康。燕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贝塔葡聚糖，这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润肠通便，可以把体内多余的毒素和垃圾排出体外，起到一个减肥降脂的作用。燕麦在血糖的控制上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。燕麦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粘性，可以在人体肠胃上形成一层薄膜，这层薄膜可以减少葡萄糖和脂肪等养分在小肠内膜吸收，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葡萄糖和脂肪的含量，起到调节血糖和血脂的作用。另外，纤维素有吸水膨胀的特性，可以帮助填充胃容量，增加饱腹感，缓解糖尿病的饥饿感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膳食纤维还能够改善末梢神经对胰岛素的感受性，降低对胰岛素的需求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李奶奶是怎么做燕麦粥的。接下来再来准备25克红豆，红豆又名相思豆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其中含有高蛋白，热量低，富含维生素 E 及钾、镁、硒等活性成分，是典型的高钾食物，有健脾益肾、利尿消肿的功效。我们都知道，体内缺钾会引起糖量减退，导致血糖不易控制，而红豆是典型的高钾食物，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。此外，红豆有较多的膳食纤维，具有良好的润肠通便、降血压、降血脂、调节血糖的作用。红豆富含铁质，具有补血、促进血液循环，是贫血患者的理想食物。不敢吃猪血的贫血患者可以吃红豆来补血，古代生育过后会喝红豆汤来补血，效果极佳。接下来再来准备25克花生，花生对糖尿病人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花生中含有一种生物活性很强的天然多酚类物质白藜芦醇，白藜芦醇具有抗氧化和稀释血液的功效，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，改善心血管健康。花生中锌含量是非常高的，是色拉油的7倍，菜籽油的16倍。锌可以激活脑细胞，也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，因此有利于稳定血糖水平。除此之外，花生还可以降低胆固醇。除了白藜芦醇的作用以外，花生可使肝内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，促进排泄，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。花生还可以止血和提升血小板数量的功能，还可以补血，延缓衰老。我们先把花生、燕麦和红豆清洗干净。
清洗干净之后，加入清水把它浸泡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再来准备几颗红枣。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红枣，可以达到补血的目的，因为红枣有益气补血的作用。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长期严格的控制饮食，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贫血，所以适当的吃红枣可以达到补血的好处。红枣相对来说较甜，它的含糖量比较高，如果吃多了会导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产生比较大的波动，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要吃红枣，要控制红枣的总摄入量，一般3到5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来准备一段山药。山药有非常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，山药还有很多维生素，对肠道也是很好的，可以多食用一些山药。山药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它能够推迟肠胃的吸收，使血糖不会突然之间上升，并且还能够控制饭后的血糖。所以吃山药不仅能增加饱腹感，还能帮助我们控制血糖。山药控制血糖并不是说能帮助血糖直接降下来，而是可以保持血糖的不上升。所以糖尿病患者需要记住，使用山药之后就要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，这样血糖才会平稳下来。山药除了可以平稳血糖，还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调节肠胃功能，可以起到补脾胃的作用。食材准备好之后，把它全部倒入锅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纯净水，先开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之后就可以转小火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40分钟之后，这道燕麦红豆山药粥就煮好了，盛入碗中就可以食用了。这道粥里燕麦、红豆、山药都有非常好的稳定血糖、降低血脂的作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喝这道粥的时候，要减少主食的摄入量，最好是把这道粥当成早餐来使用。长期以来，对于我们预防糖尿病以及稳定血糖、降低血脂、降低胆固醇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